好，来看一下南韩最新的状况哦。现在目前南韩警方要这个调查戒严嘛，那尹锡悦呢，因为发布了戒严令，所以14号遭到弹劾，并且立刻停职。路透社就报道啦，现在尹锡悦跟多位高官正面临刑事调查，罪名可能包含了叛乱啊、滥用职权，还有妨碍人民行使权利。韩联社就提到了，负责调查尹锡悦实施戒严的特别侦查本部呢，11号就发出了传票，要求尹锡悦在今天上午10点来接受传唤调查，但是尹锡悦并未到案哦。那尹锡悦方面向检方释出讯息，表示还在选任律师，所以这次不方便应讯，还可以这样子的哦。那当地时间12月16号，尹锡悦再度拒绝这个传唤通知，调查现在目前受阻。那这个韩国媒体讲说，韩国的宪法法院呢，今天早上要进行这个首次的会议嘛，那至少需要就是9名法官当中至少有7人出席，6人赞成才能够确认弹劾罢免总统。那目前呢，9位法官当中3位这个席位呢是空缺状态，为了避免职能瘫痪，宪法法院已经暂时将这个审理案件规定的出席人数降为6人。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只要有1个法官反对呢，这个弹劾案就会被驳回，所以这个驳回几率也是蛮大的哦。那所以目前只要驳回的话，尹锡悦就会立刻恢复总统职务，也就是说，现在双方可能还不是这个最终的这个定案哦，还在较劲当中。那如果宪法法院裁决通过的话，尹锡悦就会立刻被罢免总统职权。韩国需要在90天之内来举行新总统的选举。那尹锡悦老家的居民现在也非常的尴尬哦，从家门荣耀变成耻辱啊！支持者也非常的心碎，说要准备离开韩国了。韩国他们现在呢，这个包含了这个韩东勋哦，他也是宣布他辞掉党魁，他说他不后悔弹劾这个尹锡悦这件事情哦，但是他现在也是等于说党内有最高五位委员呢，集体请辞，现在韩东勋也要请辞党魁了。另外呢，韩德洙也跟拜登热线了16分钟，现在重申美韩联盟不变，美国要赶快稳住局势哦。韩联社的主播就讲说，因为韩德洙在通话当中表示呢，就是韩美关系哦，就是毫不动摇，还会继续维持发展，来巩固韩美联防这个态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你看看这个北韩哦，倒是呢隔了好一阵子，现在才来发表这个尹锡悦遭到弹劾的消息。他们讲尹锡悦是内乱头目，这样子来报道他，甚至呢还用这个傀儡韩国14号表决通过了尹锡悦的弹劾案这个事情来作为相关的标题哦。那2016年12月的时候，当时朴槿惠这个弹劾案的时候获得国会通过的时候，北韩的媒体啊是当天就进行报道了，反而这一次尹锡悦被弹劾事情是隔了2天。所以这个动作也是引发了关注。另外呢，韩国现在临时领导人现在面对到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呢，就是一些韩国的分析人士讲，其实呢，韩国在戒严事件中很容易受到调查，意味着反对党可能会尝试看看他们能够把他逼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他们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哦。换句话说，他们是特别反对像是这种尹恩惠的亲美啊，还有亲日外交这些政策取向哦。所以这个现在目前看起来，这样的立场可能会使得韩国跟川普打交道的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加的复杂。那再来看到了这个韩国的企业现在也挺紧张的。韩德洙强调这个外交政策不变，那一方面也是在安抚盟邦，也是在安抚这个韩国本身的一些金融市场哦，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这种韩国的股市也好啊，或者是他们的汇市，整个消费市场都是弥漫着恐慌的气氛。那他们也很担心，因为他们如果说现在跟美国的关系这样一打乱的话，接下来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成为夹心饼干，他们很难去跟川普政府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有维持他们一个谈判的地位。因为如果川普一旦要求说要跟着一起围堵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现在目前自己内政都乱得不得了啊，怎么样还去整理出一个头绪，跟中国大陆或者是跟美国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手呢？这是让韩国现在他们自己本身像是半导体产业也是非常担忧的一个状况。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尹锡悦是第3个国会通过弹劾案的总统啊，那前面2个就是不同结果。
卢武铉宪法法庭没过，就恢复总统，可是不幸啊，1年之后就跳悬崖自杀，所以另外就是朴槿惠嘛，朴槿惠宪法法庭就立刻通过了，那确实因为宪法法庭本来的员额是9席嘛，可是现在就是只有6个，那依法要2/3才能够算过，所以等于是要全票都要过，对，就这6个通通都要投赞成票啊。那为什么大家会忧虑会有变数啊？因为你不要忘了，尹锡悦是什么出身的？法官，他是总检察长，所以法律系他当然有很多门路嘛。所以他只要让1票投反对，这个宪法法庭就没过了啊。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条，也是一个变数，就说假设宪法法庭过了，那就要改选嘛。那改选是要在60天内啊。宪法法庭理论上是可以半年哦，那改选是60天啊。所以一般估计大概他也不会给你拖到半年啊，所以估计就是明年4到8月要改选。如果顺利的话。问题是李在明有4个选举官司啊，里面有2个是有刑法的，所以李在明如果其中有1个被认为是有罪，他恐怕也不能成为候选人，所以我就看到韩国已经有人在评论啊，他说尹锡悦的弹劾不等于李在明的崛起啊，因为这里面有变数，对，可是如果这样，我认为韩国的政治会陷入一定的混乱啊，连韩东勋都辞党主席，那尹锡悦也没，那国民力量党恐怕就没有强有力的候选人，那共同民主党也是一样啊。李在明如果真的有事了，那到时候谁要选？所以我是觉得，如果韩国的不能够产生一个新的领导者啊，那当然你面对川普来的压力，你就会比较吃力啊。事实上，那个政治力量的一致对外还是蛮重要的。不过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说，韩国并没有在川普的优先名单啊。韩国第1个优先名单是墨西哥，我认为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个加拿大那个，我觉得谈的空间比较大。墨西哥问题真的很严重啊。墨西哥对美国的顺差是1600亿，而且里面真的有很多都是中国企业。那加拿大事实上大部分都是美国企业了，大部分啊。那墨西哥当然也有美国企业，可是中国企业有相当的比例啊。因为这一期《金融时报》就去现场拍照了，拍那个中国在墨西哥的发展的状况我造了好多大的仓库啦、供应链啦，一大堆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锁定的目标是蛮明确的啦。就墨西哥之后，那还有一个地方也排在韩国的前面，台湾。我们对美国的顺差超过韩国啊。那当然中国大陆是第1啦，可是第2名真的就是墨西哥。那第3就是整个的欧盟，可能不是一个国家了啊。那我们台湾实际上排得蛮前面的，我们跟加拿大差不多所以坦白讲都要做准备了。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在等1月20号啊，那都在集结众志啦，要面对川普的冲击这样。好，来问一下季老师。其实我想各国媒体现在看起来都不认为韩国的警报已经解除了，对，都认为韩国的前途还是充满了让人担心的事情对，包括韩国人自己本身，我就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说有几个未来的危机会让韩国这场混乱延续甚至加剧。第一个就是宪法法庭推翻了韩国议会的这个决议，那弹劾未过。那尹锡悦又回国，这也是大问题。这个问题这个不像当时当时的那个卢武铉的案子不一样，因为卢武铉也没宣布戒严对不对？那个这个他是尹锡要宣布戒严，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乱的一个可能。第2个就是说那李在明他的4个案子中间有2个是刑事案件其中已经有1个，他第1审已经判刑1年，缓刑2年了，那还剩下2审。如果说在这个未来的90天或者这个3个月或4个月那么李在明的案子定谳
他被取消了参选这个总统的资格，因为现在韩国的选办法就是说，你只要缓刑你10年内不能选总统，所以现在就是说李在明的资格被取消，那一定有人出来抗议，那这个政局会混乱。对。第三个，我认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样就是尹锡悦他现在已经被这个特别检察已经开始调查了，对，这是国会通过的这个法案，用法案的方式成立特检来调查尹锡悦这些犯罪的行为。尹锡悦持续抗拒，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抗拒2次嘛，那就是说到时候如果说真的惹毛检察机构那这个发拘票逮捕，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双方的支持群众可能会比较会有激烈的动作，这个不排除。那第4个呢，我们不要小看那个韩德洙韩德洙现在再怎么样，代理总统也是总统，他如果说自己跳出来选，他现在我认为他就是未来出来选的人，国民力量，他国民力量，因为那个韩东勋已经下台了，现在他又有机会，又有全国性知名度，又有舞台，又有工具的，他要好好表现一下。如果说出现混乱的状况的话，韩德洙又尹锡悦上升，对，他强力警方来取缔，造成街头的这些流血事件，这就事情都可能闹大。所以随便举几个例子韩国可能前途未来几个月都是在怎么样一个很不定的状况，风雨飘摇，随时会出事的状态。好，来请教舰长。这个尹锡悦他自认为他就任总统以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促成了美日韩的同盟，这在以前几乎都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在反对党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错误。但是这个同盟到今天为止呢，大致上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促成这个同盟的拜登、岸田、尹锡悦通通下台了，而且下台的都不是很愉快的下台的像拜登也是一个说你身体不好。那这3个人下台，促成这个3个同盟的3个领导者下台，还是次要的。真正的关键在川普上台了。你去注意看川普的个性川普的个性非常反对这种同盟有2个原因他很讨厌这种国际的同盟。为什么？第一个，他认为全世界所有跟美国同盟的都在占美国的便宜，有没有？经济方面要我的什么弹药，要我出兵来保护你。所以他都认为这些人通通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要美国再次伟大的话，就是我再也不让你占便宜了。所以他不喜欢同盟，这是一个他经常脱群。还有第2个就是川普他是一个自认为聪明绝顶的一个领导者，这种人通常都是我叫你干嘛你就去干嘛。我最讨厌跟一堆人坐下来，你协调我协调我，什么肖兹跟我讲什么什么，马克宏跟我讲什么，他觉得这些人烦死了。我就是要叫你做什么就是做什么，这是川普的个性。所以川普他不喜欢跟一堆人在那里同盟，他也觉得你们都在占他的便宜，这是一个。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美日韩同盟，即使你说不解散，也视为以后才真的是谁能够再去指望川普来支持这个呢？然后第2个，你说像这次的事件北韩为什么不出来？我觉得北韩金正恩是很聪明的，现在真的是韩国要大乱的时候。我出来，这个外部给你压力，你反而内部去凝结你的这个凝聚力了。所以他现在越少讲话越好。然后我个人认为尹锡悦一定下台。为什么你知道？像刚刚亮哥也讲过，说之前有2个这个遭受到弹劾的嘛，你看看人家犯的什么罪？对了，朴槿惠是一个密友干政，对，闺蜜卢武铉收政治献金，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叫做小恶。对了，这次尹锡悦是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如果说我今天只是下令一个说戒严，还好，因为我只是下令，是底下在做。他沿途过程，你看看一个一个的公布出来，我要求军队去包围国会，我要求军队抓这个抓那个。当这些东西都公布出来的时候，韩国人民是多么的刚烈啊！他如何去忍受这种人？韩国人民多么刚烈，也可以从所有的总统下来，没有一个善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跟他算账的。那这一次你看像这一次，几十万人报纸也有说的是100万人在那里所有聚集，你知道那里温度多少？-0°-6度到正3度，多寒冷的天气。
那么多人聚集在那，报纸有的说100万，那我觉得可能是夸大一点，但是几十万是真的有啊。那天不是有一个宣布说啊通过了，现场所有的人那个抱的那个哭的那种感动的老老少少的，你看那个镜头，那天他们多高兴。如果你现在哪一天跟他讲说宪法法院法官说不同意，我先告诉你，那个不同意的法官最好不要让人家知道是谁，否则你试试看这些韩国这么刚烈的会怎么样来跟你在这清算。所以我认为尹学院是下台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关注一下哦。这个现在目前习近平跟拜登哦，大家关注中美的世纪交手啊，这恐怕也会攸关接下来哦这个2个大国的命运。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就讲说川普可能会用胡萝卜跟大棒随时交换使用哦。但是反观呢，中国大陆这边，习近平他是比较谨慎的哦，他深知呢华府危险的很呢，因为2017年他就领教过了，当时应邀呢去到了美国这个海湖庄园来做客，但是2018年就是隔一年哦，马上川普就对于中国大陆发动了贸易战哦。那现在目前川普的2.0贸易战上路之前，这个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已经又续签了5年，所以好像一边有打一边也有交流，让这个现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子屏息看待这件事情哦，不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态势。那今天自由时报也讲说啊，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啊，制造霸权要走向末路啦，一旦川普的大棒挥下去哦，可能中国大陆的这个霸权时代就走到了尽头哦。他是这个站在金融时报的报道来做这样的一个解析哦。但是另外根据日经的报道呢，他说其实也不光是中国大陆受影响，美国自己也会失去自由贸易的果实，恐怕 GDP 会被这样的一个关税战直接拉低1.1%以上啊。那再来看到现在美国企业也很焦虑，不光是全世界各国担心在这一波中美贸易战里面被波及到，现在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些大企业都赶紧跑去跟川普以前是仇人的，现在要赶紧和好，然后不然就要赶快献殷勤一下哦。那 ABC 广播公司现在呢就是支付了5亿元跟川普和解这个诽谤案哦，因为他们讲到这个过去川普的事情，这也算是第一例这个媒体就认账了，就是赔款，然后希望能够换得接下来的风平浪静哦。那库克也赶快去到了海湖庄园哦，他其实呢纽时就爆料出来说，他们已经是在川普当选之后呢，两人就是等于说二度当选以来，两人的首度见面哦。因为上一回川普当选的时候，好像苹果受到的影响比较小。那这一次呢，库克又赶快去跟川普见面了，希望是不是可能在这一波的关税战里面，苹果还是能够幸免于难哦。那除了库克之外，你包含了像是脸书是 Meta 这个 Zuckerberg 就是祖克伯啦，我们的翻译叫祖克伯，或者是那个 Amazon 的 Bezos， 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现在也都赶快去到那边，要么就是捐款的捐款啊，争先恐后的向川普屈膝哦，然后捐巨款给予总统就职基金哦，这些企业巨头都赶紧压住，希望不要成为川普的眼中钉啊，这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心里面的宝是谁啊？就是这个马斯克。马斯克的身价又更加水涨船高，他还把 SpaceX 的总部呢迁到了德州，还说接下来要打造星际基地城哦，就打造一个城市哦，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居住地。所以他现在身价已经突破了4470亿美元，哇，这现在真的是当红炸子鸡啊！那另外，美国真的是让各国都头痛哦。美国的媒体呢，在这个国家利益这边有一篇，就是川普应该倾向盟友支持而不是关税哦。它里面讲到，
就是面对到欧亚非的一些美国盟友，感觉好像美国是一顿忽悠，声称美国在缺席的情况之下呢，你们这些盟友也应该要继续来对抗中国大陆、俄罗斯跟伊朗所以等于是美国可能不见得会参与，但是你们还是要乖乖的去对抗，这恐怕是接下来一个全球的态势那你看法国很快的最近就跑到了中国大陆这边去，法国的总统外事顾问呢跟王毅见面王毅就提到了这个贸易战只会双输所以包含接下来马克宏也有这个访华的一个计划。那到底这一波的这个电动车会不会法国就不跟了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变数呢？现在就是看这个中法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谈他们这个贸易战，怎么样的就是避免双输。那法新社现在也报道了，其实呢，如果想要拓展供应链呢，其实对于法国来说，他们觉得一定是要从中国大陆开始你是别无选择的，因为现在看到供应链还有成本优势都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占了这个主导的地位，所以呢这个你是没有办法绕开中国大陆的，你必须得要跟中国大陆合作，不然你要是想要去用关税制裁的话，自己一定会受伤。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美国对于一些根本性的协定还是有一定的谨慎比如说这个科技合作协定，这个就非常非常根本，这会影响到美国所有的大学跟中国的合作，这个影响太大了啦，所以拜登也不敢不续签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川普跟中国争的根本性的，就是你要不要把 PNTR 给推翻就是最惠国待遇，这个影响是最大因为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最惠国待遇，那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根据非最惠国待遇来起算。那它的地位就是伊朗跟白俄罗斯还有北韩那个影响就极为巨大所以我倒不会觉得看他们谈什么，而是你会不会碰这个我认为如果不碰这个，就是这个最惠国待遇不碰，就是 PNTR， 那我认为还好因为上一届川普就是没有碰这种根本的东西嘛，对。所以你看，他2016就开始叫说要对中国课关税，那当时他喊到45结果整个课下来4年到2020，平均关税是19.3，那本来中国进口到美国大概是6000亿，那后来整个 cover 的范围只有3500亿，所以我觉得只要川普留余地了，就不去碰那个根本的框架比如说科技合作协定还有那个 PNTR 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如果这两个不去碰那我认为在那个框架里面，两个人在那边互殴了有得有失。总的来讲，我认为关税也不会高到哪里了，了不起19.3，那变成30，好不好？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有。那因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也降低了嘛。现在大概只剩下5000亿左右，就出口到美国的可是你也不要忘了，中国的总贸易额也变大了，中国的 GDP 也变大了，所以它也比较承受得起，所以我认为会打啦，会斗殴啦，可是只要这个科技合作协定还有最惠国待遇这两个框框没有动那我认为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了。大概是这样。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的他就职典礼这个是国际惯例没有的，比较少的。另外就是说，美国也没这个传统，美国的总统那么多届没有一届的总统就职典礼邀请这么多外国元首。对，那其实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最不想让习近平去的应该是美国的民主党。因为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已经在磨刀霍霍了，就要跟川普准备进行4年的长期斗争了。那他们当然不愿意让这个川普他当选，还有这么多领袖来支持他，觉得他是这个真命天子如何如何美国的权势
，mega 已经实现了。你看，连中国大陆的领袖都来这个国家，然后民主党很不愿意见，所以民主党的这些媒体啊，已经在劝阻习近平不要去了。对，你看他怎么讲，他讲得很清楚啊。他们分 CNN 怎么讲？他说啊，如果习近平出席的话，就是川普的一大胜利。那反过来对习近平的政治处境是不利的啊，因为习近平如果去参加川普的政治就职，就表示他对于川普的当选啊，还有川普的一种致敬 salute 啊，然后呢，这样子跟习近平一向想把中国大陆是扮演一个全球性角色的这个愿景这个想法是抵触的。你看他已经帮习近平讲好理由，说你最好不要来。对，第二个传出就是王毅，不然就韩正。王毅对，可见你看他这个问题川普不可测性。那个 Stinson Center 美国的也是智库也看说，他说这个习近平来的话风险很大。为什么呢？他说参加完以后回到家以后然后川普就开始对大陆启动各种敌对跟那种抵制的行动，这个对习近平如果这样子的话，对习近平的在国内的威信跟他的信誉会产生重大的这个伤害。上次海湖庄园就这样了。海湖庄园就这样，所以你看看美国人，你看他什么时候这么贴心了？这些民主党的时候，他分析给习近平的意思说，你千万不要来。这个川普苦口婆心的，对，这是苦口婆心啊。那实事上，我觉得中国大陆习近平也不会去，不会去。可是你看美国人多紧张，对，赶快分析然后不要让他得分，不要让他得分，然后你自己要小心。所以你看美国，其实我认为川普上任以后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内政。他最近他的那个所谓的边境沙皇 Hoffman 跑到芝加哥去，宣扬他这个你们要怎么配合将来我要怎么做这个遣返这些非法移民的事情。他前脚刚走，后面芝加哥市长那个民主党他说这个 Hoffman 在这边讲话都不算话。这些事情联邦都没有权利做，我们也不打算配合。所以我们这个有关非法移民的政策，我们自己是我们地方的权限。所以不会跟他配合，他走到哪都是这样。所以呢，我认为美国现在是内斗的危机大于他在外面惹的麻烦。好，请教舰长。很多人说这个川普是这个难以预测的，但是我说像这种人你就观察他的他的基本、他的个性、他的基本面。我觉得我们去分析川普在未来的中美对抗里面他会做什么，是有2个东西你要特别去观察的。第一个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ega， 就他一切就是以美国为第一优先，谁都不要来占我的便宜，这个是他从年轻到今天都没有变，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是他根深蒂固的一个个性，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就是商人的个性。什么叫商人？商人他能够消灭你，他会倾尽全力消灭你，可他发觉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会立刻识时务，跟你采取一个妥协。那从中美的对抗，从这个川普上任到今天，你知道已经8年了，能不能告诉我这8年美国得到了什么，成功了什么东西？看起来是没有啊。我相信川普应该是知道的，所以这一次是拜登又制裁了140项的这个陆器，对不对？第二天，中国大陆直接发布了，第一个就是禁止了钾、锗、锨这种超音以及石墨的这些出口，连转口都不可以这是第一个它的禁。第二个呢，它有4大行业，车、半导体、通讯、互联网，通通不要用美国的晶片，他在呼吁。还有第3个就是辉达开始进行反垄断，那个调查出来会罚得很重的，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们会赢，就是辉达会涉及这个反垄断。那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8年前的那种这个束手挨打，他现在全都有准备。那这个贸易战其实说穿就是4个东西：第一个高科技，第2个市场，第3制造业，第4供应链。我刚刚说这4个，美国赢哪一个？只赢第1个，高科技。但中国大陆在迅速追啊，所以川普知不知道这场战不能够打？他是一个聪明的商人，他不会执着的这个下去的。所以呢，他最近有多少事情是对中国是好？第一个征税，加墨
各增25%，中国大陆10%，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3亿啊。接着就是 NBC 在专访的时候，我跟习近平很好，我才跟他打了一个这个电话，恭喜我什么什么这个当选。第3个，他跟马克宏、泽伦斯基谈俄乌的时候，他跟他们讲什么？找中国大陆，找习近平帮忙，习近平可以帮忙。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两岸交流到底是谁在扯后腿哦？现在绿委修法就讲说，他们好像是冲着这个中国大陆嫁到台湾来的，就是过去我们称为陆配这样的角色，就说要来修法，说外国籍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人家讲说外国籍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你要讲外国籍，萧美琴呢？那是不是这个具有外国籍的人就是不可以来登记？萧美琴是不是要首先列为这样的人选？你不能拿这个美国的这个国籍嘛？但是呢，网友也提到，他说，可是我们的宪法来说，大陆地区并不是外国呢，那你这个外国籍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现在这个石雪燕条款绿营急着要推，就说哇，这个是拥有外国国籍不可以再让石雪燕这样子有陆配身份的人来担任这个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人。但是他是大陆地区啊，不然你先修宪好了吧？民进党你先把这个宪法修好，或者是你先宣布台独，就是台湾真的这个正式在国际上面独立，你先宣布完，你再来推这些其他的，不要总是好像在搞一些枝微末节这种事情，何况不合宪法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绿营，就是绿营这样子提出来。学者就讲说，这个绿营呢是在搞一个小动作，就从法治面来操作两国论就想要透过法律来证明两岸是不同国家，这样用法治面来暗暗的操作两国论那这几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亮哥不是去到大陆寻根嘛，祭祖嘛，那可是又有人要出来出征，就讲说这个事情什么种种的，又要开始的有所批评但是过去我们也看到陈水扁也好，吕秀莲也好，谢长廷也好，都有回去祭祖寻根啊。那谢长廷当时在这个东山祭祖还哽咽流泪耶。人能够忘本吗？人能够断掉这些根吗？所以这是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的，这有什么好出征的呢？那再来双城论坛今天看到了这个上海团来到了台北那下午要来进行一些晚宴交流。我们看这一次呢，总共是有92人来。那因为一开始就有卡嘛，就说有10个名单不能进来。那台北市警方呢也部署了300名的警力划设陈抗区，反正就是以一个柔性低调为一个原则啦。那独派的人马上就到松山机场外头举牌抗议就说哇，这是统战样板呐，论坛要停办呐，就反正又要做一番抗中保台的操作。那我看到这个大陆的学者沈毅他提到了，他说其实现在台湾就是一些比较青鸟塔绿班民进党这样子的一个人士们他们一直在耗尽大陆的善意那最后恐怕就是会换来的，就是当善意被耗尽了，台独的恶意满满的，就会使得结局就会变成可能就是武力相向他说对于台湾就是揍一顿就对了，不用想太多，已经变成了大陆有一些民意已经导向这个方向了。那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 ET Today 有一个消息大陆首提就是上周解放军的台海行动，就是两岸有10艘的这个军舰在台南的海域密集的对峙这是枢密院10号公开了一份卫星图，就是在我们的台南海域外头，解放军派遣了到台海周遭的军舰数量其实是越来越多，那出动了052D 的驱逐舰跟052A 的护卫舰，台湾方面则是试图做出1对1的盯防姿态同样派出了5艘战舰，所以在台南的海域这一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对峙场面。金融时报还提到呢，这一次不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大规模的部署嘛，但是并没有宣布演习。他说这个代表说可能台美接下来要面临一些挑战就是我可能有演习，但是
是我却用不宣布的方式就展开接下来的一些什么军事上面的一些操演哦。他说恐怕这会是一个未来的新常态。那美国学者也示警了，他说这一次呢，第一岛链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演训呢，可能代表着正在练习一种封锁行动，就是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第一岛链的封锁。那目的是为了要提高美国或是其他盟友突破封锁的成本和风险。那也是向这个外国表明，如果有人尝试要派着飞机或是舰艇穿越这样的一个封锁线，恐怕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过的。因此呢，如果强制要操纵这些飞机或舰艇的人，可能的结果就是无法生还。这是美国学者的一个解析。那再来 CNN 也提醒就说川普让台湾猜不透台湾恐怕要自救，靠着这个对美宣传来提高军费来赢得信任。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内文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所有各报绿媒告诉我们都是CNN 提醒我们要注意，但是呢内文是什么？内文是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内销转外销再转回来变内销，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咨询委员，他讲说大多数人都很焦虑由于川普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清楚在他的第2任期之内会更安全还是更危险那 CNN 报道完之后，我们其他媒体又引述了说CNN 提醒我们。那的确啦，也有一些讯号代表说美国好像真的也慢慢在抽手，因为比方在冲绳这边的美军已经开始出现了部分撤离的情况他们大概有100名的陆战队员已经移师关岛了。那目前驻冲绳的陆战队员大概是19000人，最终呢会有9000人要迁离。所以是不是慢慢第一岛链不是主要的一个战场了，而是要往第2岛链撤？那第一岛链就是自求多福了吗？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陆配重点是他如何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嘛？那请那个陆委会外交部指路嘛？提供协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就是因为大陆不把台湾当作国家嘛，他就是卡在这里所以就真的就只有两岸才有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就是说你比如说以前萧美琴就要特别到第3地去放弃美国籍可是他并没有所谓的双重身份的问题。可是陆配他怎么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请陆委会跟外交部提供做法嘛。据我了解，目前没有办法做。那除非修宪咯。我不知道因为大陆也不会办你的 case 他就觉得说你在台湾，你到底要放弃什么？对就变成这样嘛。那至于小弟去这个寻根祭祖，这也会变成政治问题，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我跟你讲那个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还有王金平，很多人寻根祭祖主要是怎么样？第一个是个人的嘛，就是你缅怀先祖是从大陆来的，比如说我到台湾是第4代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游宜龙讲的吧，说这个有政治目的。他说你在演哪一出那好吧，那我们就说你要不要正式回应他？我们要希望两岸能够维持一定的善意那文化历史的根，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吧。血缘这最基本的吧。那请问当年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去寻根祭祖，难道不是怀着这个政治目的吗？就是希望说我们是有历史文化血缘上的根，有一定的善意，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关系，那难道他们没有这个意思吗？你说这个叫政治目的那我后来看他下面的答话，人家说为什么陈水扁可以，郭正亮不行？他最后只好说，因为郭正亮不是律师团那一代他是年轻这一代那你就原谅他了，是不是？原来我63岁是年轻这一代。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希望从此以后台湾都不要去祭祖了，都不要去追根了。怎么可能？就是说我年纪也不小他说郭正亮是年轻一代，感谢其实我年纪不小他的意思是说，希望是陈水扁那些人以后的台湾人，你就不要去追根的啦。为什么他可以规定我们要不要追根？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我坦白说，这个就是绿营他现在对于只要能够营造两岸正能量的事情，因为他们都做不到，所以他们感到焦虑万分
所以你看罗文家不可能不知道两岸的一些实际状况。比如说那3个一贯道的道亲啊，现在资料知道了，是广东的公安逮捕嘛。然后人家也请了律师，结果他要求蒋万安去处理。你双城论坛是上海，那个是广东的公安。对啊。请问他怎么处理啊？那照理讲应该是罗文嘉你去处理啊。对啊。你不是有两岸有那个什么互助司法那个问题？抗中保台也是那他通通都没有管到嘛。那既然连那个8期的复查他也要扯到蒋万安，8期的复查已经2年了，你民进党到现在没有办法把人家救出来，就乱扯一通嘛。他在两岸上就完全充满负能量，那对别人可以做出正能量的交流，或者做出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情，他们就眼红、抹黑、抹红嘛，就这样嘛。那是自甘堕落的政党嘛。好，来请教介老师。罗文嘉他的工作就是要营救在大陆出事的台湾同胞。对，他居然说把他的工作交给别人来干。那你薪水也叫台北市政府，交给台北市政府，谁干谁领薪水嘛？的薪对不水，对？这很简单啊，那你薪水就不要领啊。你不是把工作分给别人，是别人把工作交给你啊。对不对？你办不到的话，那就辞职，你就把你机构关掉。对，说台北市政府以后这个薪水人民的薪水就由台北市政府来领。对，你那个海基会领多少钱啊？你问他罗文嘉1个月多少钱？他薪水有多高？这个大言不惭啊，自己办不到的叫别人去办，然后呢还大言不惭，然后呢大陆同胞说实话，在台湾他的地位他不是外国人啊，对啊，所以这个法律也不给予大陆同胞啊，对，我们现在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你有种去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你说大陆同胞基本上就是外国人，对，那你一个国家的法律说参选候选人不能是外国人，这很奇怪，人家是常识啊。你外国人你没有缴中华民国的这个税，你哪来的参政权？对，外国人本来就不能干涉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内政的。像比如说在台湾很多外国人还被这个执政党拿来天天来批评台湾内部的政，比如说有一个说要帮台湾把石斑鱼弄到日本去卖，他卖几条啊？天天在那边谈台湾的政治。对。这在美国的话，他老早驱逐出境了。可是居然是我们执政党在那边叫他出来讲台湾的政治。他说起来，台湾将来有什么发展，是福是祸，他拿着日本护照他就走人了，他没有权利干涉台湾的政治啊，对不对？可是这民进党就乱搞。那你要搞台独，你就修宪法嘛，你成立你的台湾国以后，这都不是问题。又没有胆量，对不对？不敢去面对，天天搞小动作。把这些是非就在那边混淆，对不对？那就变成说，那你干脆你民进党你有种就学日本人皇民化的搞法。皇民化怎么搞？你知道？那时候在台湾叫台湾人把祖宗牌位通通交出来，一把火通通烧光。你要搞就这样搞啊，对不对？那尤一龙你把你家祖宗牌位烧掉，再来批评别人，对不对？那我不晓得他那个油从哪里来的，这个油也很奇怪啊，这个姓也是中国的姓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政治化你要搞台独，你就站在明的搞，这样子这种在阴暗面这个不是什么没有办法开大门走大路都是怎么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只能怎么样搞小动作，就永远小动作，大是大非，对不对？大是大非讲清楚嘛。那你说现在两岸最需要什么？公开正常的沟通管道。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希望两岸不要再继续这样子对立下去。对，因为年轻人要去当兵你以为每个都跟你那黑熊部队一样，天天喊打喊杀，然后口袋里面又装满了这个别人给他的那些资源，要做官的做官，对不对？做立法委员的做立法委员，天天上那些课，哪来的汽车？那些钱哪里来的？对不对？你们在那边引战，然后呢还不准别人把两岸的关系带往正常化，这样对得起台湾吗？今天这个10几年的一个两岸的这个已经正常的交往，真的是在这个两岸就越来越走向对立的中真的是一股清流啊！多少人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双城论坛寄予厚望
让两岸的人民，尤其大陆人民还有台湾人，觉得两岸之间还有这么一个沟通的联系的管道，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民进党用这种态度来这样子，还居然说啊，你去帮我处理这个问题，帮我处理问题，这不诬赖作风吗？对啊，你说这罗文嘉他也是念过书的啊，你自己的事情叫别人给你解决，那复查的事情也是你要解决的啊。这都是你的职责，要不然你办不到，你就辞职，不要办，你就不要领人民的薪水。是你今天要服务台湾的海外的乡亲的话，这是你的职责。结果他在趁机甩锅给别人，可耻啊！还好意思在那边大言不惭。所以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海基会跟陆委会到底在干什么，专门来抗中保台的，废掉算了。我们来问一下舰长。是我首先要讲，刚刚这个所有讲的审议讲的其实是一个警讯。大陆现在可能他们的耐性一直在丧失。审议讲的这个话还算客气的。上次我实际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人也是大陆的很有名讲的，他的意思说什么意思呢？他现在为了统一我们有各地方都有台办、国台办、省台办、市台办，还有各县市，如果有台胞多一点的，都还有县市的这些小的这些台办。他总共这些台办机构加起来有好几百个。所有的职员加起来有数千人，你知道我们一年为了这些台办，为了统一的这些台办，我们花了多少钱？每一年这样花下去，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吗？那我们还不如就直接打武统。那当然大家说武统是多严重的一件事啊，但是你可能忘记了一件事情，武统怎么样？武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结束，它不是打像这俄乌战争打个2年3年。上一次我记得也是一个在 YouTube 上面有人在问一个学者。说你认为如果武统的话，多久的时间会结束？他举了一个人家说5礼拜，不是5天，不是5小时，不是。他说我从1数到5之内就结束，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想法。这个观念现在在大陆逐渐叫做鹰派吧，鹰派的观念逐渐的在散播，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不耐烦了。尤其民进党现在表现的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想有一句俗话就是。讲10句好话，不如3记巴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真的要思考一下，怎么样跟对岸？然后我最近听到几个人讲，我突然觉得说，可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好多人讨论到下一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吕秀莲说什么？吕秀莲说没有下次总统大选，因为在这4年之内会结束，两岸就会统一。那接着。今天因为我刚才看 YouTube， 我会看到谁写，蔡正元也抱持同样的观念。我上次跟一群人吃饭，我也抱持同样的观念。为什么？我们认为会4年之内会结束，因为现在台湾出了一个超级执念的对台独的，就是赖清德。那所幸从上任开始到现在很多的事情之后，他最近稍微好了一些了。我希望他真的不要一直去挑衅对岸。挑衅到最后的结果，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所有的经验你到现在你就会知道，我们永远处于被动，何时何地何兵力何操演，台湾一点办法都没有左右，完全决定在北京。既然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就只剩下就是打起来，我们只是输的大跟输的小，不可能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